大家好，我是解说小吴，感谢您收看本期视频。这期视频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日本 K1 赛事。可以看到今天的参赛选手，红方是来自于泰国的四大天王之一的泰拳王考，他也是和拳王波球有着同样的名声，可以毫不谦虚的说，他跟波球的实力是五五开。同时他也是前 K1 轻量级冠军，而他今天的挑战对手则是这位日本的本土名将安保。这位本土拳王也是23岁，身高1.8米，战绩是20战16胜9次 KO 对手这样的战绩也是非常的不错真不错。而他今天的挑战对手泰拳冠军考，那也不是开玩笑的他年仅34岁，身高1.69米，职业战绩是145胜45次 KO， 34场平局。哇，不愧是世界冠军考，实在是非常的强悍这边在日本也是拥有着众多的粉丝在向日本的观众打着招呼这位泰拳王也是深受我们中国粉丝的喜爱。因为他跟拳王波球在中国擂台都是有着一席的地位。现在裁判也是将双方选手召集擂台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泰拳王考面对这个日本的本土拳王安保。好，双方选手也是击拳各自退到擂台一边就等这场比赛开打了。双方选手也是被裁判示意好 ready， 可以看到这个安保在擂台上也是有点嚣张在擂台边也是扭扭捏捏的好的，这边已经修整完毕，裁判将双方选手召集擂台中间，比赛第一回合龙王开打可以看到泰拳世界冠军考直接发起鞭腿进攻，但是这个本土拳王安保也是进行格挡。这个本土拳王染着一个银色的头发，显得有一些嚣张，所以我们的泰拳王泰拳世界冠军考也是不想跟他正面硬刚鞭腿先踢你一脚，先让你感到这个难受我先给你感到难受慢慢击溃你。可以看到这个考的战略还是非常的妙，没有任何的问题。双方选手也是不停的想寻找机会。我们不难看到这边双方也是想试手。泰拳冠军考格挡，我不跟你干双方选手你看我我看你，又是个鞭腿。双方左右摆拳鞭踢，非常的凶猛这一波泰拳冠军考也是进行格挡就不怕你来扫踢就这么漂亮。他也是想给安保一点颜色瞧瞧，但是这个日本本土拳王安保也是面对这个考也是绝不后退双方选手也是有来有回，你打我一拳我必须要打回去就这么狠都是狠角色这一点丝毫不假。可以看到安保又是一脚，但是泰拳王考了也是还给他你别以为你身为这个本土拳王就很了不起泰拳世界冠军考今天就要将你击溃1.8米的身高又怎么样我比你矮10公分，我照样不怕你。泰拳世界冠军考就是这么尿性就这么强。双方也是在试手，可以看到考进格挡这边还在砸拳，考还想给他一拳，这边后手摆拳打中头部鞭腿这挡住了，这一波有点凶可以看到考还想发起进攻，但是双方选手也是进行了一轮这个攻击打法双方选手那是你瞅我，我瞅你双方谁瞅谁都不得劲这边又是个鞭踢，双方选手在打法方面没有任何问题，又是个鞭踢泰拳冠军考实话实说有点难受，但是面对这个 K1 冠军他丝毫不畏反倒是越战越勇。再一个后手之拳，哇，他将考掀翻倒地上了世界冠军考也是吃了个哑巴亏。不过比赛也是接着继续还是要开打的
好，这边可以看到泰拳冠军考啊，他必须要谨慎对待了啊！刚刚在这个回合啊，也是吃了一个小亏啊，希望他能够谨慎对待啊，不要嘻嘻哈哈。好，这边比赛第1回合时间到啊，考这边也是高举手表示意啊，我没有击败他，但是他也没有伤我半分啊，所以双方选手也当是打了个照面战。这边这个安保啊，这个日本的这个本土拳王。可以看到，在比赛的回放中啊，他一个上勾拳只打中了啊！世界泰拳王考这一拳也是实力非常的勇猛啊，伤得不轻呀！这一个鞭腿非常的凶猛，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啊！这个考就发起了直拳进攻，将他击到擂台边缘啊，连续的后手左右摆拳，哎呦，也是啊，被先方倒地上呢，多多少少有点难受啊。不过泰拳世界冠军考啊，并没有在乎这么多啊。现在双方啊，也是可以看到。非常难受啊，在擂台边非常难受。这场比赛打的实在是太憋屈了，太憋屈了。比赛的第2回合也是马上就要开打，双方选手也是早已做了比赛准备啊。这个泰拳冠军考也是举手示意，你小子啊，等一下就要削你。好，比赛第2回合Round 2开打啊，双方选手击拳，泰拳冠军考进行格挡。双方选手也是啊，像试手拳这边泰拳冠军考，哎，让他逼退啊，就这么凶。双方选手以为无疑是打了个照面战。这边哎扫弹腿，考进行格挡，将他逼退啊。这边啊泰拳冠军考，哎，再一个扫踢，连续重拳攻击，连续重拳左右摆拳刺拳，又是鞭腿，再一个鞭腿。双方选手打的也是非常漂亮啊！泰拳冠军考啊，没有丝毫的退缩啊，反倒是跟他抱在一块啊！裁判这边也是见机啊，要求暂停。双方选手实在是太勇猛了，勇猛无比。这边再一个摆踢，哦，泰拳冠军考一个赤手重拳，再一个鞭踢。双方选手太猛了啊！这边还在寻找这个重拳攻击，可以看到考这边，哎，也是在进行攻击鞭腿，再一个失手重拳，又是鞭踢啊，将考给逼退了。考现在被他旋转踢命中了腹部，可以看到考又是跟他抱在一块啊，跟他抱在一块。双方选手完全扭打在一起了啊！这边裁判也是要求暂停一下，这个考啊与这个日本的本土拳王安保啊，双方选手打的是啊非常难受啊，在这个 K1 擂台上啊，双方选手都是不处于优势的。所以说这个安保是他们本土的这个拳王，但是日本 K1 的赛事啊是不存在包庇行为的啊，因为这场比赛了啊。也是非常的公平公正啊，不存在包庇，所以说冠军考啊也是要发挥出他强大的实力啊，才能压制住这个日本拳王安保。双方选手你瞅我，我瞅你啊，鞭腿进攻格挡，哎，再一个鞭腿格挡。哎，可以看到啊，泰拳王考也是示意你过来，哎，你过来。这边啊，他也是有点急啊，想后手砸拳，不过安保一个扫踢将他逼退啊，就这么凶。双选手再一次啊，哎呦，抱在一块啊，急眼了，直接急眼了。双选手还在打，哎呦，非常的厉害。可以看到这边完全抱在一块顶膝。哎呦，这边裁判也是要求暂停啊，要求暂停一下啊。不得不说，泰拳冠军考啊，实力方面也是非常的凶啊。面对这个日本的本土拳王啊，双选手完全是扭打在一块啊，哎呀，进行进攻，鞭踢攻击，后手摆拳进攻，非常的帅气啊。有一说一，非常的帅。这场比赛真的是非常的帅啊，泰拳冠军考。真的是让人刮目相看啊！这个挑战对手安保也是被打的啊，哎呦，泣不成声。这边他的助教给他敷着冰袋啊，安慰着他。在这场比赛的回放不难看到，泰拳冠军考完全是将这个安保逼到角落里面啊，进行暴揍啊。他虽然是本土的拳王，但是考啊不给他面子啊，打的就是你这个本土拳王。双方选手打的是特别的凶猛啊，这一个顶膝，一个鞭腿也是互换。好，这边稍作休整过后，比赛的第3回合直接开打啊，根本就没有休息时间。
第3回合往往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啊，所以这个泰拳冠军考也是表现得非常的谨慎啊，他与这个日本的本土拳王安保也是啊不停的试手，后手拳哦，找到机会，他要飞身踢，不过被裁判要求暂停了啊。安保这边啊也是笑了笑啊，你小子啊照样没能把我怎么地啊。双方选手也是抱在一块啊，打的是极其的凶猛。实话实说，这位泰拳冠军考啊也是有着强大的臂展能力啊，实力方面没得说。可见啊，这边还在左右试手拳，这边又是一个重拳啊，这边摆踢，镜头一转，双选手哇，犹如打的鸡血般啊，哇，猛拳着击，可以看到泰拳冠军考面对啊这个日本拳王哦，不断顶膝，泰拳冠军考也是啊紧急脱离战场啊，这边后手直拳，再一个冲拳，左右失手，双方选手再次打一个正面啊。希望考啊能够再次卫冕他的这个 K1 金腰带，而不是被这个日本小将给夺走。双方选手啊也是气喘吁吁啊，这边完全抱在一块，这边顶膝给了这个日本的本土拳王一个重击啊。裁判也是示意比赛时间到，比赛时间到。这场比赛真的是激动人心啊，还给了黄牌警告给了考，因为考刚刚好像是犯规了，裁判要求暂停，考还在发进攻，所以也是被这个裁判给予这个黄牌警告。好，比赛还没有结束吗？还得重新开打。这边比赛时间是终于到了啊，双选手也是英雄惜英雄抱在了一块。这一场 K1 的冠军金腰带争夺赛啊，实在是太为震撼了。世界泰拳王考与这个安保这个本土拳王也是打了个正面攻击啊。双方选手也是气喘吁吁，可以看到这个日本的这个本土拳王这个银毛也是满头大汗呀，这场比赛打的实在是太难受了。最后的比赛冠军还没有分出来因为刚刚比赛时间到了，现在只能是交给现场的裁判评委来进行最后的打分了。好，现在就让裁判来宣布这个比赛结果。这边裁判什么情况他还要听随这个评委的这个打分结果这个意见来决出胜负，搞得现场的气氛也是一度紧张裁判也是再次来到擂台中间，静等最后的比赛结果。発表いたします。ジャッジ太田10対8、青安保。1人目ルキア。ジャッジ水谷10対8、青安保。やっぱり減点が10対8です。減点は関係なかった。所以做的比赛冠军是来自于日本的本土拳王安保，真的是让人想不到呀！泰拳世界冠军考特地从泰国千里迢迢来到日本参加 K1 赛事居然输掉了比赛。这边可以看到教练也是给他考踢了一脚，他太气愤了他太气了没有想到考千里迢迢居然自己把金腰带给丢了这个教练也是恨铁不成钢，直接踢了考一脚。考也是灰头苦脸非常的难受这边教练也不知道说他什么了，直接愤然离场。这边的赛事官方也是将考的金腰带献给了这个日本的这个拳王，这个安保也是获得了考的冠军金腰带，考也是跌落神坛。好了，本期视频也就解说到这里了，我是解说员小吴。喜欢这期视频的话，可以给我点个关注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就在近段时间，史上方便与武森一龙他们俩约战的消息也是推到了风尖浪潮，很多拳迷粉丝也是认为武森一龙要是真跟史上方便打起来，他肯定会被分分钟给 KO 掉，甚至方便自己还创作了一首一龙之歌，让我们来听一下。都说你只是一条虫呀，一龙一龙。
方便改编的一龙之歌也是拿一龙开起了玩笑。那么方便真的如全民所说能够分分钟 Q 掉一龙吗？也是让我们通过一场比赛来了解一下方便的真正实力。这场比赛小吴给大家带来的是死神方便对战德国冠军韦伯，他的职业战绩为60胜8负2平32次 KO 对手，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德国战车，就连主持人郭成东都对他称赞不已。哇，方便看来是遇到硬茬了。可以看到德国战车韦伯也是蹦来蹦去啊，在擂台上哇展示他的拳脚功夫，确实是相当的吊得，确实不错。身为德国的自由搏击冠军，他的实力还是非常厉害的，战绩也是非常的显赫。而他今天的对手主持人郭成东也是在介绍，没错，主持人郭成东也表示很多全民粉丝说他退役了，但是他却表示等你退休了我都不可能退役。没错，他就是死神方便。哇，方便登场，哇，闪电全场，漂亮。方便的出场方式真的是气势十足啊，场外的 model 也是为他加油鼓励，场下的粉丝更是为他拍照。这个时候的方便就已经是46场连胜记录啊，这场比赛是他的第47场比赛，所以他也是非常的高兴。裁判这个时候也是将双方选手召集擂台中间，裁判也是介绍这个比赛规则，不能打后脑，不能踢裆，不能做违规动作。好的，比赛继续。韦伯对战中国死神方便，身高都是1.8米，体重都是80公斤级。他们的年龄韦伯是28岁，方便是31岁。但是韦伯身为德国的世界冠军，他的实力还是有的，甚至在比赛经验上面比方便还要高出不少。比赛正式开打过后，方便也是踢腿攻击。这个时候韦伯踢腿，但方便躲闪躲了过去，韦伯也是拿方便没有任何的办法，方便不停的前手刺拳虚晃，再一次踢腿攻击。可以看到韦伯你可别说你看着他28岁，但是他长得确实挺老练的样子啊！哇，双方选手也是正面硬刚，这个打法确实是非常不错的。可以看到双方选手也是不停的摇闪性进攻。方便毕竟他的散打底子也是非常的足所以对战韦伯他没有任何的犹豫，踢腿保持距离，然后再重拳回击，就这么的漂亮，打完一波他就撤退。这场比赛还是非常不错的，又是踢腿躲了过去，双方选手也是不停的试探，这个距离感也是瞬间拉满，方便不停的前手刺拳。双方选手可以看到也是后撤躲，也是选择闪躲，方便高抬踢，但是非常可惜直接被搂爆了。好的，这边比赛也是接着继续比赛接着继续。方便再一次向韦伯发起进攻，一个前手刺拳，韦伯后撤，方便再一次压进，哇，抱腿接腿帅了，漂亮！这一波方便可以看到打到场外的，哇，这些粉丝也是颇为的激动他们甚至是比方便还要激动一些。比赛继续，方便也是主动后撤，韦伯低扫踢进攻，方便躲了过去，这个韦伯也是试探，甚至是手舞足蹈，方便也是毫不留情，直接将其摁倒在地上。好家伙，这场比赛打得太凶了，太凶了！比赛接着继续，双方选手也是继续开打。可以看到方便这个时候也是将韦伯逼退，前手刺拳。哇，这个后摆拳确实非常牛双方选手再次保持一个距离感。方便对战韦伯，可以看到这个距离感拉满，再一个前手刺拳，后摆打中。但是韦伯却没有丝毫退却的意思双方选手也是踢腿进攻，再一次后撤躲了过去。双方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方便也是被踢单了，这个韦伯这个打法有点脏可以看到也是踢中了方便的单，不过他应该也不是故意的。比赛继续，小鞭腿也是将方便给踢退，方便再一次后撤，韦伯再一次转踢，好，踢腿攻击，漂亮，刺拳，韦伯被逼到角落，又是搂抱，什么打后脑了，这韦伯2次犯规了呀！
裁判居然没扣分，好家伙，认识到比赛时间到了才叫停比赛。我们可以看到方便，在阔别擂台7个月后在这个第一回合打的也是，虽然说有进攻趋势，但是他还是处于落后的被韦伯也是几次犯规打中要害部位，况且他现在的体力以及他的这个耐力都没有韦伯那么强。比赛第2回合也是接着要继续。好的，这边比赛的第2个回合直接要开始。方便对战韦伯，比赛的第2个回合直接要开打。比赛的第2个回合直接开始，可以看到方便也是牵着4拳，韦伯想要抱住方便，双方选手搂抱也是被提醒打后脑了。方便告诉着裁判打后脑了，裁判也是要求比赛继续。可以看到方便再次挡住他的低扫，先手4拳。双方选手也是想要进攻，方便在一个高边腿，好的，韦伯被逼退，韦伯再次想发起前冲，但是方便一直在后撤，转身后蹬，哇，双方选手的距离感也是拉满，方便先手4拳。韦伯在一个后撤又躲过了方便的进攻，漂亮，这一波可以看到方便又前手4拳，仰拳刺拳进攻，漂亮，这一波组合拳，但是韦伯再次逮住了方便。好，裁判这个时候也是不允许搂抱的，比赛继续。双方选手打的是非常的给力比赛接着继续。可以看到方便也是再次想要上前进攻，韦伯也是在后撤。你看在面相上对方比较老成实际上对方只有28岁。裁判员也表示韦伯只有28岁你看起来他比较老，这也算是开了一个玩笑。可以看到韦伯又踢腿，方便也是不想跟他正面刚，你刚是刚不过的。双方选手的距离感依然是保持的非常的好，这边哇又是前冲刺拳，好家伙，这一波打得太凶了。又一次后手直拳，再一次后手直拳，直接搂抱了，裁判这个时候也是再一次告诉韦伯，你不能总是打后脑呀。韦伯也表示他总是控制不住。那么比赛也是接着继续。韦伯对战死神方便，再次踢腿进攻，方便高挂腿，好的，一脚踢中。比赛继续，方便也是将双手放在这个前额，想要抵挡韦伯的进攻。韦伯这个时候也是再次想要抱腿漂亮，直接是将韦伯踢翻倒在地上。韦伯也是被接腿摔，直接摔翻倒在地上。比赛继续，方便再次踢腿进攻，而韦伯又被方便哐哐2拳打中头部，又是哐哐2拳。这场比赛打得太凶了，太狠了。方便也是在消耗这个韦伯的力量，韦伯现在也是被打得非常难受。目前韦伯也是在第1回合占了便宜，但是在这个第2回合，韦伯接腿摔，想学习方便，但方便不给他这个机会他也是非常难受。比赛紧接着继续，方便先手4拳，韦伯被后撤打过，又是踢腿重拳出击，韦伯表示方便你不行。好的，比赛第2回合时间到。说实话，方便在这场比赛中表现的确实状态没有以前那么强了，毕竟是久别擂台，这个状态肯定是不如从前。我们在回放中可以看到方便是直接被韦伯一脚踢中了腹部，然后方便也是还给韦伯一腿。双方选手可谓是打得炉火纯青拳拳到肉，下手也是真的狠。比赛的第3个回合也是马上就要开打，方便的边叫也是示意方便不要着急，然后给他戴上了牙套。好的，比赛的第3个回合马上开始，方便对战韦伯，第3个回合直接开打。可以看到方便踢腿攻击，韦伯也是后撤前手4拳，那方便也是一点都不慌，面对韦伯这么强悍的对手，方便丝毫不慌。双方选手也是保持这个进退，好，搂抱，直接是搂抱在一块了。这个时候裁判也是再次要求暂停一下。比赛接着继续，方便也是再次前冲4拳，将韦伯给逼退，再一次抱在一块，可以看到完全抱在一起。裁判这个时候也是充当和事佬，要求比赛继续开始。
方便踢腿攻击，好接腿摔，漂亮！韦伯直接被打到单膝跪地，这一波有点帅啊，这一波有点帅。比赛接着继续，方便对战韦伯，双选手是再次碰拳，方便一个高边腿，韦伯也是被踢中腹部，被踢中腰子，有点难受，再一次被韦伯逮住了，从背后逮住，有点凶。好的比赛也是要接着继续，方便对战韦伯，这场比赛完全是强者与强者之间的对决。一扫，双方也是，哎呦，转身边腿，好家伙，方便幸好也是躲了过去。再一次踢腿攻击，方便也是后撤，韦伯这个踢腿也是不依不饶，他想要利用他的腿法来战胜方便，不过我还是觉得他太年轻了。方便再次压进韦伯，韦伯也是敢怒不敢言，可以看到方便的踢腿犹如这个扶腿郭墙一般孔武有力。双方选手打得太有劲了，方便再次想抱住韦伯，但是却被韦伯再次打中了后脑。没有想到韦伯这家伙搂抱他居然打后脑，这个犯规行为属实是让人看不懂。比赛接着继续，再一次边腿进攻，将方便也是给逼退。可以看到方便一直在后撤，而这个韦伯也是非常忌惮的。方便这边可以看到高踢腿将韦伯踢退，韦伯这个时候也是吃了一个闭门羹，双选手再一次搂抱。方便也是再一次与韦伯碰拳，这场比赛势必要分出个胜负。好的，方便接腿摔了，韦伯直接被摔翻倒在地上。比赛继续，方便也是掌握住这个韦伯的这个动作要点，转身后蹬，不过被几拳揍翻倒在地上了，有点难受。当然比赛还是要继续的，方便再次将韦伯想要逼退，韦伯也是看到方便敢怒不敢言，好踢腿进攻，方便选择后撤，又一次踢腿，可以看到方便也是叠蛮后撤，再次搂抱。双方选手打的是非常的凶啊，这边又是一个侧摔腿，好高边腿攻击，选择后撤的方便也是打得非常凶猛，又是连续踢腿，方便接腿摔，太牛了，韦伯直接被扔到擂台边上了，双方选手也是抱在一块，英雄惜英雄。我们可以看到方便也是被韦伯差一点一脚踢中腹部，不过方便也是直接一个抱腿摔也是将韦伯打了一个下巴威。这一波韦伯属实是丢了分，方便也是扳回一局。方便与韦伯的斗争中，方便也是扳回一局。现在由裁判进行打分来决出这的比赛胜负。比赛结果为红方方便获胜，恭喜他卫冕了自己的47场连胜纪录，就连德国冠军韦伯也败在他手里面，太强了，方便不愧被誉为中国死神。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也就快要结束了，我是解说员小吴。大家认为死神方便要是跟武僧一龙打75公斤级，方便真的必胜一龙吗？欢迎在评论底下留言，我是小吴。喜欢自由搏击的朋友可以给我点关注，并强烈推荐我的视频，咱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我是解说小吴，感谢您收看本期视频。这期视频给大家分享的一直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男子 MMA 昆仑 Fight 的比赛现场，可以看到主持人已经在介绍今天的参赛选手了。没有想到今天的参赛选手居然是恐怖小胖魏宁辉，他来自于中国，对手居然是乐德施加，可是泰拳王者呀，这个家伙有着182胜的优秀战绩，曾经也是打败过武僧一龙，就连泰拳王波球也是对他敬畏3分。我赢了，而且不是靠运气。But this fight, you fight with me, I think not easy for you. I think I can beat you up for sure. 我没有想到这个泰拳王今天他也是要找魏宁辉复仇，要跟宁辉一决高下，一显前耻。这场比赛毕竟是一场诸神之战呀。可以看到这个泰拳王他也是非常的嚣张，大步流星的走进擂台，从他的这个
回防战绩就会看出啊，拳拳到肉。哎呦喂，这谁顶得住呀？不愧是182胜的常胜冠军勒德斯拉。可以看到他也是非常的嚣张。这边在擂台上也是打着拳，身后的美女也是为他这个勒德斯拉加油助威啊！身后的美女也是成群呀。哎呦喂，这个家伙，哎呦喂，还挺有威望的啊，在擂台上是蹦蹦跳跳的，真的是非常帅气啊！这边也是1鞠躬、2鞠躬、3鞠躬，哎呦喂，这边高举双手，还有 ready， 你们过得好吗？中国泰拳新星小胖魏宁辉。接下来出场的选手是我们的中国泰拳新星恐怖小胖魏宁辉。从宁辉的优秀战绩就可以看出啊，中国恐怖小胖绝对不是盖的啊！既然能够击败你这个泰拳王1次，那么将会将你击败第2次。你不是想要复仇吗？今天必须得让你狠狠躺回泰国啊！身后也是跟着一群小弟啊，非常的帅气。这边宁辉也是径直走进了擂台，哎呦喂，可以看到宁辉是非常有礼貌哦，点头哈腰的。不得不说，魏宁辉的实力是超强呀。这边让我们看一下双方选手的资料对比啊，这边魏宁辉年仅21岁，体重92公斤，身高1.68米，而这个家伙身为泰拳王啊，年仅29岁，体重92公斤，身高1.62米。双方选手无论是从这个身高体重上其实都差不多的，包括年龄都是差不多的啊。哎呦喂，这场比赛啊也算是公平公正啊，不知道这个泰拳王他能否复仇。好的，这边咱们废话少说，直接切入比赛现场。可以看到啊，我们的中国魏宁辉对比这个泰拳王。这个裁判也是啊，让魏宁辉注意一点，不要打得太凶啊，毕竟得留点情面啊。这个泰拳王也是远赴我们的中华来挑战魏宁辉，你不能将人家打残，让人家躺回国吧。所以魏宁辉也是得多加小心。这边还 ready 啊，裁判也是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了吗？双方选手也是表示可以了。OK 啊，比赛开打 ，Number One。可以看到，现在宁辉啊也是在找寻状态。这边一个扫踢攻击，我们宁辉是身带这个红色拳套，而这个泰拳王他是身带这个蓝色拳套。重拳攻击边腿，一脚直接宁辉踢翻倒地上，非常漂亮。哎呦喂，没有想到双方选手在第1个回合就已经犯规了啊！这边宁辉也是被警告了，宁辉这边也是笑了笑啊，毕竟这个比赛得继续呀，不能带情绪比赛啊。这边可以看到魏宁辉也是再次向他压境魏宁辉一个闪躲重拳攻击，想攻击他的后脑勺没有打中。宁辉也是再次寻找的攻击取势，再次抱腿边腿攻击，重拳格挡，也是在寻找的取势。哎呦喂，又是一个重拳出击，宁辉直接将他逼退了。可以看到现在宁辉也是在寻找状态啊，这边重拳格挡寸拳，非常的强烈啊。宁辉在一个边腿攻击格挡了，真的是越打越猛啊。魏宁辉他恐怖的实力真的是让人心惊胆寒。魏宁辉的实力真的是太强了，双方选手抱在一起，宁辉这边也是反过身来啊，想将他擒住，不过这个家伙一脚直接命中了宁辉的腹部，哎呦喂，太狠了！现在宁辉也是在向他逼近，寸拳连续2拳打中，宁辉再次重拳攻击向他逼退。这边他也是对宁辉虎视眈眈，又是个扫踢，哎呦喂，这一脚也是被踢中了，有点可惜呀。可以看到双方选手也是不敢轻举妄动呀，哎呦喂，真是非常的狼狈啊。这边再次扫踢将宁辉格挡，宁辉也是在寻找的状态，不敢贸然出击，又是边腿，可以看到宁辉也是蹦蹦跳跳的，你来我就打你啊，宁辉就是这么说的啊，因为宁辉也算是年轻气盛啊，宁辉还是有点年轻的，说实话。可以看到这边也是选择攻击，于是再次格挡边腿寸拳，又是寸拳，牛不牛？这一波宁辉也是再次迂回，可以看到他将这个泰拳王也是逼退，这个泰拳王也是非常气愤，
我本来想让着你，但是你个魏宁辉，你也是不留情面呀！双方再一次重拳攻击逼退啊，宁辉在一个战斗躲过去了，一脚直接命中宁辉的腹部，非常的强劲啊！可以看到宁辉又是个重拳。边踢攻击格挡，哎呦喂，这一脚又踢中了宁辉，这边在选择的趋势啊，这边向他逼退，可以看到重拳，哎呦喂，双拳的抱在了一起，可以看到现在魏宁辉啊也是非常的凶残，这边宁辉还在找寻趋势啊，一个上勾拳，漂亮扫踢重拳。宁辉也是再次被裁判要求 stop 暂停比赛啊，因为比赛这样打下去的话，对双方选手都是非常的不妙啊。可以看到这个泰拳啊，这个拳王也是非常的打得精彩，这人蹦蹦跳跳，这一个边腿直接格挡宁辉一个旋转踢，居然被他差一点踢翻了啊，直接将宁辉也是掀翻倒地上。实在是非常的强呀！这一个扫踢直接命中，一个边腿格挡，太凶猛了啊！恐怖小胖魏宁辉果然是实力勇猛，将这个泰拳王也是打得点点败退。不过双方选手这个可谓是旗鼓相当，因为这个泰拳王也是非常的憎恨魏宁辉，毕竟是已经多次输在了这个魏宁辉的手里面啊，今天必须得驳回面子呀！好的，现在这边比赛的第二回合也是马上开打了，可以看到搏击宝贝王安琪，真的是身材火辣啊！这又何不为是搏击里面的养眼的美女了啊！这边女 DJ 也是尽情的打着 K 啊，吊着走啊，情况不妙。因为魏宁辉的那个后手拳的力量明显。好的，这边裁判也是再次让双方会面宣布比赛开打。这边魏宁辉你看我，我看你，互相瞅着不来劲，一个扫踢命中，旋转踢重拳格挡。宁辉也是想将他压倒在地上，不过哎呦喂，这一波失误了呀！宁辉也是在寻找着趋势啊，又是个边腿攻击，给了宁辉一记重拳攻击，重拳弹开了，非常漂亮，又是个扫踢。宁辉也是在寻找的状态，这边可以看到宁辉向他逼退，重拳攻击，哎呦喂，一个旋转重拳没有打中，再次格挡，又是旋转边踢攻击，非常漂亮，再次格挡，宁辉重拳。实力勇猛啊！可以看到宁辉蹦蹦跳跳的，又是重拳攻击格挡，边腿伤害格挡，又是重拳攻击格挡，连续重拳后手摆拳，真的是非常的凶猛呀！魏宁辉恐怖小胖实力太猛了啊，打的真的是太强了啊！这样的重拳攻击换作是任何一个人他都顶不住，实话实说。这边魏宁辉又是重拳，想将他逼退，一个后手直拳没有打中。魏宁辉这边也是想要抱住他企图让他停下来，但是宁辉的实力也是非常勇猛。这边裁判也是宣布比赛重新开打，可以看到魏宁辉再次发起了重拳攻击格挡，哎呦喂，宁辉一个边腿，这边边腿击中宁辉，宁辉也是向他逼近，重拳后手摆拳，实在是有点凶猛。这边再次重拳攻击，宁辉逼退，宁辉没有办法，只能是选择闪躲。这边双方选手重拳攻击格挡，非常凶重拳一拳没有打中，又是个重拳后手摆踢攻击，边腿攻击，凶残无比呀！这边又是重拳后手直拳格挡的，哎呦喂，这一波还是非常的妙妙不可言啊！双方选手也是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啊！这边魏宁辉，刚着急一个边腿直接格挡的挡住了后旋臂，又是重拳攻击，非常漂亮，又是重拳，连续2拳没有打中，宁辉一个闪躲躲过去了。这边宁辉也是在找寻的状态这边在一个扫踢攻击，将宁辉逼退，宁辉又是个重拳，直接被打中了。再次向他逼退，一个重拳弹开，宁辉他在寻找下轮进攻的状态，又是重拳，将他压到擂台边缘，裁判也是将双方再次拉开了啊！双方也是非常的凶猛，这边扫踢攻击给了宁辉一脚，
第二回合。哎呦喂，宁辉也是非常强大，这边又是一个旋转大摆锤，哎呦喂，没有打中，被他逃过去了，逃过一劫。宁辉这边也是犹如猛蛇之势啊，再次向他逼近。不过比赛时间已经到了啊，这个比赛第二回合的时间到了，没办法呀。勒德斯拉脸上已经露出非常自信的表情。可以看到啊，这个泰拳王脸上也是非常有自信啊，他认为自己是完胜魏宁辉。我们在回放中可以看到魏宁辉连续的后手摆拳，但是被这个泰拳王也是逼退了，一记重拳打中这个下颌骨。这个前高手不仅仅是击你的右手，同时要起头，要 KO 你的，要变现的高扫踢。而且勒德斯拉在自由搏击的规则呀，把自己的这个可以说传统的古泰拳发挥的也是淋漓尽致。双方选手打的实在是太猛了，在回放中你可以看到，哎，没有想到比赛还有第3个回合，由于第2回合没有进行 KO， 所以3局点胜的局势依然得造型。第3回合马上就要开打了，这边搏击宝贝也是一个外国的乌克兰美女，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 DJ 也是尽情摇摆摇摆之上。如果说是魏宁，好的，现在双方选手再次来到擂台中间，可以看到这个老裁判也是尽心尽责啊，让双方选手不要动粗先。好，示意比赛开打。这边重拳攻击，魏宁辉直接闪躲，但是打退，漂亮。直接对他发起重拳攻击了吗？哎呦喂，宁辉真的是重拳砸点呀，实在是太猛了。宁辉这边再次寻找的攻击趋势，又是个边踢格挡，宁辉想给他一个扫踢，不过没有击中，又是重拳后手摆拳，宁辉也是恶狠狠地盯着他啊，有重拳攻击吗？现在宁辉也是寻找的趋势啊，这边可以看到宁辉重拳，双方也是闪躲，将宁辉逼退了，漂亮，又是重拳攻击，再次将宁辉逼退。宁辉这边也是在寻找的趋势啊。哎，又是一个后手摆拳，重拳，非常凶猛，双方的实力非常凶啊。这边重拳攻击格挡了，哎呦喂，又是个边踢攻击，直接踢中了宁辉的腹部。宁辉现在也是想向他攻击想顶牛没有打中他，好可惜这一波。双方抱在一起，裁判也示意双方拉开。这边可以看到魏宁辉扫踢一脚。还想攻，哎呦，这一脚没有击中，可惜了。再次重拳攻击格挡，哎呦，边踢差一点将他掀翻倒地上。这边双方选手再一次击拳，可以看到恐怖小胖魏宁辉又是扫踢攻击，寸拳，漂亮这一波非常 nice。现在魏宁辉也是寻找的趋势，又是重拳攻击，宁辉想要抱住他，不过裁判已经要求双方立即离场。这边也是给了宁辉一个警告，再次鞭腿。宁辉想要抱住他，双方选手抱在一起了，哎呦，我将推开。宁辉真的是越打越凶现在宁辉也是在寻找的趋势。这边宁辉重拳没有打中他，一个闪躲，像泥鳅一样丢走了。这边又是个鞭腿击中宁辉，宁辉这边当然不干你要打我便跟你打到底。哎呦，双方再次被拉开。魏宁辉张牙虎爪，想使用重拳没有打中，又是重拳，旋转重拳，连续的重拳没有丝毫的伤害裁判也是将双方拉开。这边魏宁辉在向他逼近，重拳没有打中，可惜。哎呦喂，可以看到这个老裁判也是尽心尽责要是普通的裁判早就撒手不管了。现在宁辉又是重拳攻击，比赛时间只剩余最后的19秒钟了。希望宁辉在最后的10秒钟能够打出一个好的成绩，或者是将这个泰拳王给 KO 掉。没有想到双方选手直接抱在一起了，哎呦喂，这边宁辉又是一个重拳，想向他逼近宁辉也是使出了他的浑身解数，但是比赛时间到了呀，时间不等人呀。哎呦喂，这场比赛实在是太精彩了这个泰拳王也是忍了2年，想找这个恐怖小胖魏宁辉报仇，不过到最后也没人 KO 掉恐怖小胖呀。双方选手都明显打成了一个平手，只能是靠最后的裁判评判来宣布这个比赛冠军，看谁最后的得分比较多可以看到一个扫踢直接命中魏宁辉，回放
非常的漂亮，双方选手连续重拳，一脚命中宁辉的肩膀。这一脚将宁辉踢的是颠颠败退啊，差一点就摔倒在地上了，一个扫踢非常的狠呀，连续重拳换作是谁都顶不住。好了，现在就由裁判来进行打分啊，决定最后的比赛胜负。可以看到魏宁辉也是满点的神赢。哎呦喂，没有想到这个泰拳王居然复仇成功啊，凭借着仅存几分的优势获得了比赛的冠军，成功取胜魏宁辉。哎呦，宁辉希望他在下一场比赛能够加油。好了，本场比赛到这里也就结束了，我是解说小吴，咱们下期视频再见。